我觉得其实杨丽坤的离职对 Meta AI 这件事未必是坏事情。我们在不同角度看吧，我不喜欢看说一个公司走了一个叫外界看起来很牛的人，但是你知道，如果你的能力很强，但是你不跟这个公司的战略保持一致，其实你反过来对公司是有害的。哎呀，我还在美国这个各个城市之间溜达学习呢，结果惊闻Meta AI 的首席科学家杨丽坤同志离职了。这个我看很多媒体都说什么 Meta 股票应声大跌多少多少，什么重大损失。我讲点不一样的，可能会遭人骂。我觉得其实杨丽坤的离职对 Meta AI 这件事未必是坏事情。为什么？第一呢，就是大家都知道杨丽坤是 AI 界泰斗，对吧？的确是最早做出非常有贡献的人。但是呢，他的观点一直认为大语言模型这个玩意儿，它就简单来说就是不好。他举过个例子，他说你看大语言模型，对吧？你看上去它能表现出这样，其实你内部很乱的，很差的，对吧？他举个例子怎么说？说就像那个汽车，一辆车，你外面刷的游戏很好玩，但里面千疮百孔。他讲这个你说从科学上有没有道理？有，因为今天大语言模型我们不知道它为什么会表现得这么聪明，所以有个词叫涌现嘛，就弄这么它突然就聪明了。对，作为一个科学家而言，这不知道原理这事儿很痛苦很纠结，所以他一直在提出他的世界模型的概念。对吧？你说在科研角度上来说，它对不对呢？我觉得也挺对。但是做企业不是做科研的，做科研你要把所有的来龙去脉搞得很清楚，但企业更多是实践科学，就是大语言模型的原理可能我们搞不懂，但它效果好效果好我是不是得先用对吧？用了再说呀。所以这一点上呢，杨丽坤作为 Meta 的首席科学家，他天天在外面讲大语言模型这东西不靠谱，你说这搞得 Meta 是不是骑虎难下呢？所以说我们做企业的时候是真正是把科学研究和企业的这个创新研究这两件事其实不能完全划等号的，否则大学就没有意义了，对吧？或者大学就可以做出最牛的企业，这两者是不一样的。科学研究是要冒险，他要探寻那种我们认知之外的东西，所以他冒的风险很大，但一旦做成，它基础理论可能对世界产生巨大推动。但做企业你得考虑回报，对吧？就我在现有理论框架下，我能不能把这件事做得足够好？科学家有了新的范式出现，我再去把它商品化，这是科学研究和企业创新当中一个非常大的区别所以我认为就从这个企业角度上来说，杨丽坤作为 Meta 首席科学家，对这一波 LLM 大语言模型的这个在 Meta 落地上，一定是就是至少从他的表态上来说是没有起到正向作用所以这是第一。就是说，如果今天 Meta 就认准了 LLM 这件事的产品化，然后实践，那的确说实话杨丽坤就不是特别合适，因为他想去探寻一个原理可以解释的世界模型，这件事有没有可能成？有可能成，也可能改变世界，但是现在风险太高了，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对吧？自从拉玛4就是整个这个迅崩了就是大家看了一个数据没有，就是说在拉玛4之前就美国的开源模型下载比例是远高于中国的。其实本质上就拉玛带来的，在以前在我们行业内，拉玛有个外号叫奶妈嘛，就是所有开源模型都是拿它再去训。但是呢，这个拉玛4迅崩了，然后中国开源模型的突飞猛进从 DeepSeek 到最近的 Kimi 的这个，我也讲过 Kimi Thinking 这个模型，对吧？都使得现在中国开源模型的下载量已经超过美国了。那拉玛迅崩了，那么现在呢，就是 Meta 就重金收购，我前面也讲过，又是收购人才，又是收购公司，天价薪酬，就重建队伍。对，所以你知道这个公司最怕什么？就是两个团队的斗争。其实有的时候就是做公司咱们做企业就这样，就是哪怕像猴子扔硬币，要么左要么右，可能哪条路坚决走都不太差，但最怕什么？在中间，然后两边斗争，所有都被内耗了，对吧？所以讲的残酷一点，就今天 Meta 既然引入那么多年轻人，对吧？那他就必须用一种生意去解决他内部的 AI 问题。所以你说从 Meta 角度上来，杨丽坤离职是好事是坏事？但我觉得综上来说并不是坏事，对吧？当然了，杨丽坤作为整个 AI 行业这么的泰斗级人物，对吧？我也祝愿，甚至我都觉得他会在理论上做出重大贡献，对吧？比如说他的世界模型，如果能给整个 AI 界做出可解释的、可以模拟物理规律的世界模型，那肯定是行业大好事。但是呢，今天毕竟从 Meta 角度今天就 LLM 大语言模型这件事，他要孤注一掷了。这时候就是得打仗，就是得一条心，对吧？就是得一路拼到底，走到黑。那你觉得，就从 Meta 角度，我们杨泰斗的离职也不是坏事呢？所以就是我们在不同角度看吧，我不喜欢看说一个公司只要走了个人就一定是负面，对吧？或者走了一个就是叫外界看起来很牛的人，但是你知道，公司就像一个组织一样，如果你的能力很强，但是你不跟这个公司的战略保持一致，其实你反过来对公司是有害的。我曾经就讲过，就公司里面像组织一样，就比如说有脂肪、有肌肉、有癌细胞，太多脂肪有害，就它不干活嘛。但是呢，饥荒来的时候可以变成能量，所以它还 OK， 对吧？肌肉是我们最有效的，对吧？抗衰老，我们整个的新陈代谢，癌细胞能力非常强。但是如果它的方向跟组织不一致，产生的后果反而是灾难。好吧，这就是我关于杨泰斗离开 Meta 的一点点浅见，不当之处，希望大家评论区告诉我，谢谢。